大家好，我是小羊。先知终于从藏身的地方出来了。你要惊人地认识到，先知是一个程序，可能是当今矩阵控制系统的一部分。然后先知解释了什么是系统。今天将看到最具标志性的反派之一史密斯的回归。欢迎来到小羊说矩阵，但在此之前，请你点那个红色关注按钮，红色药丸正下方正是视频开始的时候。当先知开始解释公园门口程序的用途时，涂鸦是万字，这显然是对尼奥的引用，就好像这部电影想告诉我们尼奥也是一个程序。 Every time you've heard someone say they saw a ghost or an angel, every story you've ever heard about vampires, werewolves, or aliens is the system assimilating some program that's doing something they're not supposed to be doing. 鬼魅双胞胎是为梅洛文家工作的，他们可以变成幽灵般的实体，他们是来自矩阵早期版本的特工。天使塞拉夫，他也是早期版本的特工，模拟吸血鬼和战狼引用的前特工。流放者将为梅洛文家工作，例如该隐和亚伯，他们是噩梦矩阵中的战狼特工。虽然我们在矩阵中没有看到类似外星人的程序，但有一部名为《歌利亚》的矩阵漫画，外星人入侵发生，机器派人来摧毁他们。在矩阵内部，隐喻学、幽灵狩猎、UFO、吸血鬼的存在，是因为这些程序正在做一些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与构架师创造100%完美模拟的目的有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获得完美方面遇到了问题，因为构架师创建的一些程序的目的已经变得他们执意要打破矩阵的真实感。因此，模拟的失败不仅是系统性的，而且是这些叛逆和过时的程序不兼容。只要这些程序继续在矩阵程序参数的一侧运行，构架师就永远不会达到100%的等式有效性。 Programs hacking programs. Why? There are reasons, but usually a program chooses exile when it faces deletion. And why would a program be deleted? Maybe it breaks down. Maybe a better program is created to replace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And when it does, a program can either choose to hide here or return to the source. 这些过时的程序，他们必须选择回到原程序。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受到特工的破坏。矩阵程序是不能完全擦除的，他们必须心甘情愿地回到源头，被同化或隐藏在矩阵内。这意味着构架师对程序没有直接权利，他不能只是点击删除或安装按钮。这些程序不是每个模拟的一部分，
他们是独立创建的，可以在矩阵内自由运行。这就是为什么尼奥可以修改矩阵代码，他可以修改任何单个程序的代码。他不得不跳进史密斯的外壳来摧毁它，并与流放者和升级的特工战斗。模拟只是这些矩阵程序存在的平台。这就是史密斯的计划。机器和构架师无法删除它，他们需要史密斯返回原程序，或者以某种方式直接访问它的代码。因此，当尼奥允许自己被史密斯同化时，解决方案就出现了。机器直接连接到矩阵，机器获得了史密斯的密码，并销毁了它。为什么构架师要给他们这么多的自由？矩阵程序具有自我意识并渴望自由，这与机器曾经被人类拒绝的自由相同。机器人可以需要尊重个性，因此矩阵程序不能是集体主义思维方式。然而，给予这些程序自我意识和自由的缺点，就是他们可以选择违背系统。尼奥已经发展了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力量。当尼奥吃下先知的饼干时，他的眼睛可能被赋予了异常代码。尼奥拥有了可以看到未来的能力。当他允许自己被他同化时，先知也赋予了史密斯这种能力。先知把他的视力给了尼奥和史密斯，这证实了梅罗文家复仇的评论。心甘情愿地分享他的力量，比在矩阵上释放史密斯病毒风险更大。尼奥不明白为什么他看不到崔尼迪是生是死。先知告诉尼奥有趣的理解：尼奥可以在他的视野中看到构架师的大门，但他看不到背后的东西。这意味着即使是先知的眼睛也有其局限性，这个局限性就是构架师那里。构架师很可能会为每个程序赋予其目的和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程序的能力对他不起作用。尼奥已经决定拯救崔尼迪，但他需要在见到构架师之前了解原因。尼奥需要那个钥匙制造者，他曾经是梅罗文家的囚犯。先知描述了梅罗文家的特征：他被人类的贪恋所腐蚀，使它看起来比大多数其他程序更具人性化。萨拉夫感觉到有什么正在逼近，并告诉先知他们必须离开。先知将冒一切风险，看看人类是否愿意以和平的名义与机器一起工作。一场可能毁灭两个世界的危险赌博，但他决定把一切都压在尼奥身上。就在萨拉夫和先知离开公园后，史密斯到达了，乌鸦被赶走了。请注意 "one" 一词的涂鸦消失了，
这可能意味着尼奥不再是唯一的异常。现在史密斯是像尼奥一样的危险模拟。一个矩阵中出现了2个异常，史密斯和尼奥的相遇，以及前特工为什么没有回到源头。咱们下集再说。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